结婚9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我的妻子徐真真第9次点男模。为了及时把礼物送给妻子，我冒着暴雨从机场匆匆赶回，却没想到迎接我的是妻子和男模相拥的画面。还没等我质问，妻子就率先开口：“蒋月明，你不换衣服，愣在那里干什么呢？新换的地毯都被你打湿了。”或许是因为我的视线太过灼热，他又故作镇定地补了一句：“今天工作太累了，就让齐州过来给我按摩一下。蒋哥，你别误会，真真姐每天工作太辛苦了，我也是心疼她。”方齐州拢了拢衣领，故意露出白色衬衫上的口红印，用男人才懂的眼神挑衅我。我无力地松开攥紧礼物的食指，转身冲进了雨里。我们结婚了9年，我原谅了他9次，这一次我彻底放手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和徐真真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，我刚下飞机，便急忙拨通她的电话，想要和她解释自己晚归的原因，电话却一直占线。我有些焦急地抬头望了望地上的积水，不顾手机里暴雨橙色预警的消息，心一横，直接冲进了雨里拦车。好在我运气好，还真给我拦到了一辆来接人的私家豪车，车主是个女生。她一脸好奇地问我怎么不再等一会，毕竟这会雨这么大，要是拦不到车，怕是一直得淋个透心凉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方盒子，露出一抹幸福的笑。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结婚9周年纪念日，我给她准备了礼物，怕等到明天来不及了。女生有些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，似乎没想到是这么个原因。大哥，不是大叔，没想到你长得挺年轻的，居然已经结婚9年了，那你跟你老婆一定很幸福吧？听到这话，我看了眼还没收到任何消息的手机，幸福吗？或许吧。等了一会，车主没有接到人，便好心把我送了回家。我给他付钱，他却坚持不要。大哥，你是个好人，祝你和你老婆长长久久，幸福如初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小心翼翼从怀里拿出了我给妻子准备的礼物，转身走进了小区。还未开门，就听到了一阵熟悉的笑声，是我的妻子徐真真。她还没睡吗？那她怎么不回我信息？还没待我细想，耳边又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和妻子的娇笑声，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，立马拿出钥匙打开了家门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妻子穿着睡衣，和一个男人十指相扣，紧紧相拥。我听到自己已经变调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徐真真立刻转头望向我，却没有回答我的话。她的视线转向了我不断下滴水的衣服，皱了皱好看的眉眼，有些不耐烦地开口：“蒋月明，你不换衣服，愣在那里干什么呢？新换的地毯都被你打湿了。”我攥紧了手中的礼物，沉默地盯着他和方齐州。好心带我回来的车主尚且不追究我浑身湿透，把他的豪车弄湿。我结婚9年的妻子，在看到我浑身湿透站在家门口的第一句话，却是指责我把他新买的地毯滴湿了。或许是因为我的视线太过灼热，他又故作镇定地补了一句：“今天工作太累了，就让齐州过来给我按摩一下。”是啊，真真姐每天工作太辛苦了，我才来给她按摩，放松一下的。方齐州拢了拢衣领，故意露出白色衬衫上的口红印，用男人才懂的眼神挑衅我。我冷笑一声，第一次用质疑的语气开口：“徐真真，你出去问问，按摩需要穿着睡衣，还要搂在一起吗？”听到我的话，徐真真面带怒意的开口：“蒋月明，你什么意思？”“没什么意思，你喜欢玩
那我们就离婚吧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的视线从徐真真脖子上的痕迹收回，扔下这句话，便转身冲进了雨里。还未干透的衣服瞬间又被大雨浸湿，真冷啊！可是远远不及今日我的心冷。结婚9年，我百般呵护，却捂不热徐真真一颗铁石心。看着手里那枚粉色的钻石戒指，此时此刻，我只觉得自己像一个笑话，于是索性闭上眼睛，狠狠将它扔了出去。一如我们9年的婚姻被这场大雨浇得稀烂，这样结束了也好。我和徐真真是大学同学，大学4年，我们谈了3年，刚毕业就领了结婚证。班里的几对，只有我们走到了最后。同学都羡慕我们的感情，说我们是天定良缘。结婚后，徐真真不愿这么早生孩子，也不愿闲在家里，我就用家里的资源和徐真真一起开了家公司。9年过去了，公司目前市值14亿，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淡。尽管我小心维持，却还是能感受到他的厌倦。也是，他在大学里就是一个喜欢挑战、恋倦新鲜感的人。9年婚姻，3年恋爱，他估计早就看腻我这个老人了。他总是抱怨我不懂年轻人的浪漫，没有新鲜感。可是我给他准备的惊喜还算少吗？就算我给他准备的再多，也不如方琦洲一句晚安让他开心。方琦洲22岁，而我已经31岁了。想到这里，我露出一抹苦涩的笑。我随便找了一个酒店，外卖了一身衣服，简单洗漱一下，便沉沉睡去了。第2天醒来，头痛欲裂，我意识到我这恐怕是发烧了。看到手机上10个未接来电，我立马点了进去，全都是项目部小吴打来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蒋月明，你在期待些什么？不是下定决心说再见了吗？收拾好心情，我立马回拨了过去。喂，蒋总，您终于接电话了。上次那个项目，成悦公司负责人同意和我们先接触试试，现在人就在办公室。说到这，他的声音逐渐变小，谁来都不行，人指明要见您呢，就连徐总也吃了瘪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就过去。小吴有些惊讶，蒋总，听声音您感冒了，是昨天回来淋着你了吗？可得注意好身体，您待会来公司找我，我这备的有药。好，多谢。听到小吴的慰问，我心里暖洋洋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为了工作多少次熬垮了身体，就算是身边的同事，也比徐真真关心我，我已经快要习惯了。等今天这些事情处理完，我就和徐真真提离婚，分走自己应得的股份。来不及吃早餐，我便匆匆赶来公司，可得到的是成悦公司负责人早早离开的消息。怎么回事？我有些生气。接待室的气息一度降到低点，大家的视线统一看向了一处，竟然是昨天晚上和妻子搂在一起的男人方琦洲。他来公司干什么？小吴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今早徐总带来的，说是项目部的新同事，没想到趁着我给您打电话的功夫，他就自己进了接待室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等我赶到时，成悦那边的人已经面色铁青地离开了。新同事徐真真什么本事？现在竟然敢直接往公司里塞人了。方琦洲高中学历，能在项目部干什么事？更何况公司招人起码都要211学历。他一声不吭地把方琦洲塞进来了，要公司的那些老员工怎么想？我忍着心中的怒气，伸手指了指方琦洲，示意他跟我一起出来。没想到我询问的话还未开口，方琦洲的眼睛就红了一圈。蒋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蒋月明，你欺负一个新人干什么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徐真真从办公室冲了出来，
他满脸愤怒地质问我：“蒋月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一来公司就犯病了，欺负一个新人，算是什么本事？”小吴被吓了一跳，想开口替我解释：“不是的，蒋总没有欺负新人，是因为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徐真真暴力地打断。我和蒋月明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吗？我忍不住开口：“徐真真，你够了，跟员工发脾气，算什么本事？行，你不愿意在这说，那咱们去办公室说。”徐真真扯着我的肩膀，强拉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。我被他扯得一阵头晕，不禁皱了皱眉。徐真真暴怒：“蒋月明，这都只有我俩了，你皱眉给谁看呢？齐州最近家里出了点事，急缺钱，他原本的工作能挣多少啊？我就干脆把他招到我们公司了，多大点事啊？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我没吃早餐还发烧了，这会头晕的厉害，根本没力气搭理他。可他却越说越生气。还有，你昨天什么意思？我不过说了你几句，你就生气摔门而出。蒋月明，你真是长本事了呀！我都说了多少次，我和齐州只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，你还在这里瞎想？你都不知道齐州昨天晚上有多自责。自责？姐姐弟弟？方齐州是徐真真在她闺蜜介绍下认识的，她是帝豪会所最有名的技师。他们这些女总裁、女强人最喜欢去帝豪会所里找技师按摩，美约其名是放松休息。其实圈子里谁不知道，这就是在点男模。在昨天之前，徐真真已经背着我偷偷去了帝豪会所8次，每一次都点的是方齐州。再有一次被我发现后，徐真真干脆直接把方齐州认成了干弟弟。俩人当着我的面聊微信，说是徐真真在向方齐州讨教按摩的知识。我以为我对他好，他就能感动，把外面的破事断干净。没想到现在，徐真真竟然直接把他塞进了公司。昨晚俩人还在我们家干那种事，他一句又一句的指责，我头痛欲裂。徐真真，我们离婚吧！我忽然开口，不想再听这些毫无意义的辩驳了。离婚？蒋月明，你疯了吗？就因为这事儿？徐真真不可置信地喊道：“是，就因为这事，我以为自己会伤心难过，可我现在却异常平静。我们离婚，我会拿走我应有的股份，带我的人离开。至于公司的人和事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你以为公司离了你就赚不了是吧？蒋月明，你现在还敢威胁我了？威胁？他到现在还觉得自己点男模塞人进公司都是对的，是我在耍脾气吗？明天我会让律师联系你。我累了，留下这句话便想转身离开，可没想到徐真真从后面突然狠狠扯我一把：“你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今天就在这里说清楚！”因为这一拽，我眼前一黑，直接头朝地倒了下去，刺骨的痛意砸得我眼冒金星。我动弹不得，却能够听到周围的吵闹声。徐真真还在怒骂，认为我是装的，想要博他的同情。直到小吴慌慌张张地带人冲了上来，徐真真才意识到我是真的出了事情。在睁眼时，我一身病号服，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守在一旁的小吴立刻站了起来：“蒋总，你醒了呀？”徐真真闻声，立马凑了过来：“对不起，月明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还以为你是装的，我不知道你发烧了。昨天下那么大雨，你最后在哪睡的？真是可笑，过了这么久了，现在才来问我。”见我没出声，徐真真把旁边的保温壶打开，递给我：“月明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，你快尝尝。今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。我知道你今天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们能不能不要离婚？
大家都冷静下来，好好谈一谈好不好？有什么好谈的？我闭上眼睛开口，我要休息了。徐真真握住我的手，用前所未有的温柔语气开口：月明，今天这件事确实是我错了，但你先喝了粥再睡好不好？好。我睁开眼睛，终究是同意了。我知道他是想借我喝粥的机会再向我求情，我想看看他对我们这么多年的爱情还想说些什么挽留。下一秒，徐真真电话响起，是王菲和陈奕迅的《因为爱情》，这是徐真真特意为方其舟一个人设置的铃声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徐真真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立马接通了电话。喂，我在，怎么啦？什么？你又犯胃病了？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挂了电话，徐真真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率先打破了沉默。你要是有事，可以先去忙。月明，其舟他一直有特别严重的胃病，刚刚他打电话说他犯病了，我可能要出去一趟，但是我是绝对不可能同意和你离婚的，爸妈也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在这等我，晚上回来，我接你出院。说完，他有些犹豫地指了指桌子上的保温盒。其舟他喝不惯外面的粥，现在再熬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医生说你的烧也退得差不多了，这粥我能不能？能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简直要被气笑了。亏我刚刚还对他抱有一丝丝幻想，果然爱与不爱一眼就能区分。徐真真刚离开，我便让小吴帮我办出院手续。蒋总，您不等徐总来接您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他不会来了。只要其舟想，徐真真立刻就会忘记刚刚对我承诺。看着小吴为我忙前忙后的身影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我准备把我在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卖了，你愿意跟着我单独干嘛？蒋总，您和徐总真的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小吴沉默良久，然后开口道：蒋总，我一直拿您当亲哥哥看待，无论您去哪里，我都跟着您。好，我看了眼手表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等会你和我一起去见买股份的那个人。我和徐真真以前签订过一份合同，公司有33%的股份是单独属于我个人的，这是当时爷爷给我资金创办公司的唯一要求。我还觉得没必要，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，没想到是考虑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带着小吴到了约定的地点。没想到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竟然是你。我和对面的人异口同声道，没想到来人竟是当初在暴雨夜送我回家的那个车主。大叔，你就是蒋月明啊，又见面了。没想到你竟然还是明真公司的大股东啊。许新阳笑着开口道。我笑了笑，我也没想到你是要买我股份的人。说起来，我还没感谢你那天送我回家呢。嗨，这有什么呀？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不过不是我要买股份，是我哥哥，只不过他这段时间不在国内，不方便来，但是我是能够全权负责的。你放心。你和你老婆怎么样了？他那天是不是特别感动？此话一出，现场的气氛瞬间冷了3分。小吴有些尴尬地把目光瞟向别处，我淡定地开口，准备离婚了。他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尖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有点没想到。我们还是来谈正事吧。股份的事情谈得很顺利，许新阳也很爽快。合同签完后，我决定请他去吃顿饭，顺便感谢上次他送我回家。只是不巧的是，位置订晚了，没有包厢了。许新阳大方地开口替我解围。现在年轻人吃饭最看重的是氛围感，36层的窗边也是朋友圈摆拍的绝佳位置。
这个时间也特别适合看夕阳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仿佛看见了我年轻时候的模样。大叔，你年纪也不大呀，怎么整天看起来老气横秋的？你应该多笑一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我笑着应声，却在不远处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徐真真和方琦洲。我就知道，胃病只是方琦洲的一个借口。男人最懂男人了，徐真真是面对我做的，因此我和他的视线刚好对上。他放下面前的筷子，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。蒋月明，我说你怎么要跟我闹离婚呢？原来是有新欢了呀。哟，看起来还像是个大学生呀。没想到你背着我玩这么花，亏我还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你。看到他不怀好意的眼神在许新阳身上来回扫荡，我忍不住皱眉提醒徐真真，你放尊重点，你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不知廉耻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廉耻？你竟然说我不知廉耻？徐真真一听我的话，瞬间就怒了。她的声音吸引了旁边吃饭的众人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开始拍照。你跟方琦洲那点破事，需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点明白吗？他就是一个高中学历的模子哥，也就你把他当成宝了。徐真真怒极，我说了，我们只是姐弟，跟模子哥当姐弟。徐真真，你好样的！我忍了这么久，此时此刻终于忍不住出言讽刺。我和你说不清，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想离婚吗？离就离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我不信公司没了你还转不下去了。带着你的女大学生给我滚！我平静地指了指公文包，开口道，提醒你一句，我们是来谈生意的，我个人的股权已经卖了，不像你和模子哥是来探讨按摩知识的。四周响起了几道不怀好意的声音，徐真真涨红了脸。我从包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，递给徐真真，这是和股份买卖合同一起让律师拟定好的。我冷静地开口，既然如此，今天就做个了断吧。徐真真接过后粗略扫了几眼，签完字后一把摔在了地上。琦洲，我们走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我有些抱歉地看向许新阳，他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扑哧一笑，恭喜你啊，离婚了。我还以为你不会骂人呢。一口一个模子哥，真是戳在那个男的心窝子上了。见他没有生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与许新阳分别后，我立刻联系搬家公司，把我的东西全部搬走。房子我不要了，嫌恶心，全都留给徐真真。为了尽快和徐真真断干净，我们共同的21%的股份我也都不要了。以我的能力，我相信还会有第二个明真。而徐真真离了我，不知道她能不能守得住公司。第二天，我回到公司清理东西，我和徐真真离婚的事一早就在公司里传开了。我走时，身后多出了10几个人。蒋总，我们都听吴哥说了，不论您去哪，我们都愿意跟着您干。我看着这些跟着我打拼多年的老骨干，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。好，跟着我，你们就是新公司的元老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我便开始忙碌起来，杂七杂八的事情应接不暇，好像回到了刚毕业的那段时光。只是没有了徐真真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空虚，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充实放松。这些年，婚姻像一个枷锁，只有我一个人被罩住，徐真真的心思始终不在我身上。如今，我也要投入全新的生活了，那男的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吧。望着窗外，耳边突然传来小吴的怒骂声。怎么了？小吴拿出手机递在我面前，方琦洲和徐真真要结婚了。方琦洲不仅发了条朋友圈炫耀，还单独给我发了个消息，让我替他传话，1周后让你去参加他和徐真真的婚礼。
我接过小吴的手机，看到了方其舟发的那条朋友圈，因为爱情终成眷侣。配图是徐真真一脸幸福地靠在他怀里，两人十指相扣，紧紧依偎在一起。还有方其舟私聊小吴让我去参加婚礼的消息。蒋哥，下周3我和真真婚礼。真真说我穿新郎礼服的样子比你当年还帅，你可一定要来哦。小吴气得忍不住一直向我骂他，这方其舟真跟蓝绿茶一样恶心，不知道真真姐看上他哪一点了。听说现在直接让他当项目部的主管，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破按摩的也配？听到这话，我心中隐隐有一个不好的预感。方其舟一个帝豪会所的技师，就算缺钱也大可以直接向徐真真要，为什么非要进项目部呢？不过这关我什么事呢？我现在只想做好我自己的事业，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重新打下江山。我的新公司蒸蒸日上，接连拿下了好几个大单子，最重要的是拿下了之前明真和程月谈崩了的那个项目。其实这是说来也巧，许新阳就是程月的项目负责人。那天吃完饭后，他电话告诉了我一件事情，我发烧那天是他带人去明真谈项目的，只不过当时他在接待室休息，方其舟刚进来就对他动手动脚，他觉得被冒犯了，一气之下就带人离开了。回去和他哥讲了这件事之后，他哥觉得明真不能合作，这才决定收购我手中的股份。那天吃饭的时候，觉得对面的那个模子哥眼熟，但是又不敢确定，犹豫之下才在事后告诉我的。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徐真真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我现在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管他。只是没想到徐真真竟主动给我来了电话，我刚接通，就传来她愤怒的声音：“喂，蒋月明，你恶不恶心啊？不就是齐州给你发消息说我们结婚了，你至于在网上请水军骂他吗？还把那天在餐厅的视频发到网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一个这么恶毒的人呢？你要齐州现在在公司怎么自处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他胃病又被气犯了？那你想要怎么办？你现在立刻马上让人把帖子删了，然后发微博道歉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：“婚礼那天你过来，当着明真其他股东的面说清楚这件事情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这事明真的股价跌了多少？徐真真，是你出轨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是想让我解释什么？解释方其舟不是男模，解释你们才是真爱吗？”我一口气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原来那天的视频被人传在了微博上，真有网友扒出了方其舟在帝豪会所工作的画面。方其舟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，徐真真先出轨的事情也因此被证实。许多和明真有合作的公司纷纷以影响形象为由提出解约，公司股票因此急剧下跌。徐真真没办法了，这才给我打的电话。只是没想到，他还是像从前一样高高在上命令我。电话又一次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想要挂断，打开手机，来电人竟是许新阳。他怕我因为这事情影响心情，特意约我出去吃饭。到了地方，我才发现整个包厢都被铺满了玫瑰，昏黄的灯光衬得气氛更加暧昧了。许新阳今天打扮得很精致，和往常是不一样的风格。我后退了一步，大概明白他想要干什么，可他却突然拉住了我的手：“大叔，你很聪明，但是有时候太聪明了，让人有点讨厌。”他凑在我耳边轻声开口：“蒋月明，你应该猜到我喜欢你了吧？”我有些慌乱地开口：“新阳，你喝醉了。”他笑得明媚：“不，我没醉，我们今天还没坐下吃饭呢。”
我怎么可能会醉？蒋月明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好好回答我的问题。蒋月明，你也喜欢我对吧？不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心。我眼神有些躲闪，事情总是惊人的相似。12年前，徐真真就是像现在的许新阳一样，主动向我告白的，可是换来的却是9年破碎的婚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口劝道：新阳，你别冲动，我比你大了整整7岁，而且我离过婚，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你现在就是阅历太少了，没遇到过什么男人。况且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和你在一起，别人会怎么看待你呢？你父母哥哥会怎么想你呢？我以为许新阳会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他却一把抱住了我的胳膊。这么说，你也是喜欢我喽？只是畏惧世俗的眼光。你别胡说！我话还未说完，就被许新阳打断。我没胡说，蒋月明，问问你自己的心，今天的地方还是我哥让人帮我布置的呢。我父母他们也都知道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男人。之前程月愿意和名侦探合作，就是因为他们认可你的能力。虽然你和徐真真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但这也验证了你的人品。年龄不是问题，我不在意，我父母也不在意。走出餐厅，我整个人还有些晕乎乎的，或许是因为昏黄的灯光扰乱了我的思维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许新阳，和他下周3举办婚礼。但其实说真的，我的确被许新阳身上这股明媚张扬的劲吸引了，就好像重新对婚姻有了渴望。我本来打算这辈子都不再结婚，但是现在我又重新对一个人有了渴望，对他好，想要保护他的渴望。我真的冲动了一次，和一个24岁的女孩闪婚了。见过许新阳的父母和他急匆匆从国外赶回的哥哥后，我们选了戒指，拍了婚纱照，一切都是这么的突然，但我却异常的心安，就好像我和许新阳的遇见是命中注定。期间，徐真真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，发了无数条短信，都被我一键屏蔽、拉黑、删除。我根本没有空，忙着陪许新阳挑婚纱、选戒指、布置我们婚礼现场。我再一次确定，我现在爱的人就是我眼前的人。时间飞逝，很快就来到了婚礼那天，我却在酒店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徐真真。她一脸疲惫，像10天都没睡好觉。尽管她穿着华丽的婚纱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也难掩疲态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今天也是徐真真和方其舟的婚礼。我们恰巧订了同一家酒店。看到我，徐真真充满了恨意。蒋月明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都说了，我需要你替其舟解释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自私，导致公司遭受了多少损失？算你有良心，今天还知道来参加我和其舟的婚礼。等会儿宾客们来了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好好说清楚。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开口道：我今天是来结婚的，还有，公司现在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我没有义务替你解决你的烂摊子。说完，我就大步走进酒店，独留徐真真在外面气急败坏。因为我特别着急见今天美丽的新娘子，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打断我们的婚礼。我特意吩咐了安保，没有请柬的人一律不许进来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在所有人的祝福下，我和许新阳交换了对戒。我们十指相扣的那一刻，我知道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定是幸福的。婚礼结束后，我才从小吴口里得知，徐真真和方其舟今天根本没有结婚，因为方其舟根本没有来。徐真真孤零零地在现场等着，却等来了警察带来的噩耗。原来方其舟是个骗子，
他把公司账上所有的钱都转到了海外，还盗走了好几份重要的项目资料。等公司里的人发现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徐真真崩溃地坐在地上大哭，她这才明白自己这是被人骗了。未婚夫把公司里的钱全部卷跑了。与此同时，消失的还有把方琦洲介绍给徐真真的闺蜜。她期待的婚礼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早就说过她那个闺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那时候的她根本不相信我，只觉得我是因为嫉妒方琦洲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之后徐真真想来找我，却发现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被我拉黑了。在某一天回家的路上，我被一脸憔悴的她堵住了。月明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早该相信你的话的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其实我还是爱你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只觉得有些讽刺。爱从来不是任何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，只有双方真心呵护，才能维持长久的婚姻。夕阳下，我平静地看着他开口，没什么别的事的话，请你离开。我妻子还在家里等我。他紧紧扯住我的西装外套，不肯松手。我用力一扯，拂袖离去。从离婚那刻开始，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无论好坏，两不相欠。我听着徐真真悔恨万千的抽泣，只觉得感慨万千。我的公司越做越大，我和许新阳的感情也如热恋时依旧。许新阳一直抱怨我工作太忙，陪他的时间太少，所以在公司稳定下来之后，我特意陪着他去西欧度蜜月。他喜欢新鲜的事物，却不会厌倦31岁的我，因为他说，可能事物会逐渐随着时间变得无趣，所以人才会追求新鲜感。但是你不会，你的爱是永恒的，只要你爱我，我就会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鲜艳。3个月的西欧之旅临近尾声，却在回国的机场里碰见了一个熟悉的人，是徐真真。她浑身是血的倒下了地上，不知道她从哪里得知了她闺蜜的消息，匆匆赶来 W 城，想要报复她，拿回属于她的一切。没想到方琦洲真的和她闺蜜待在一处。徐真真劝他们回去自首，否则就要追究刑事责任。方琦洲假意答应，却在临近机场的路上捅了徐真真一刀，拉住她闺蜜跑了。但是没跑成，刚跑几步就被热心的华国人一起按倒了。最终，方琦洲和徐真真闺蜜双双落入大牢，不仅面临天价的赔偿，还要被判处刑事责任。但是他们在国外花天酒地，全身上下的钱早已不足以填补明真的漏洞。而徐真真因为方琦洲捅的那一刀，在医院里躺了许久，好不容易醒来，又被公司的股东们纷纷找上门来问责，心里承受不住，竟然想割腕自杀。幸好被护士发现，救了回来，但人也从此疯疯癫癫的。据小吴说，他在医院的病历本上写满了我的名字，别人问他我是谁，他说是他的挚爱之人，也是他应该说对不起的人。听到这话，我皱了皱眉，这话可不兴说，让你嫂子听见了，怕是要乱想。我对他仁至义尽，和他早就没什么关系了。小吴立刻改口说是，背后传来了许新阳无奈的声音，我有这么小肚鸡肠吗？要是你想，可以去看看他，毕竟要不是他，那天在机场里我就不会遇见你，恰巧送你回家。我摇了摇头，牵起他的手开口道，不用，我和他早已两清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就在眼前，其他人和我再无干系。2年后，许新阳怀孕，生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。2段婚姻
每天看着小吴在朋友圈里晒娃，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。牵着闺女的手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当爸爸的滋味。阳光洒在书房的柜子上，许新阳正在给女儿讲童话故事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心想，这才该是婚姻原本的模样。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常伴身侧，互相体贴，互相体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